我早知道你会吞下这篇文字，因为你已经被那些努力就有回报的谎言骗了太多太多年。你起早贪黑的透支身体，忍着恶心讨好领导，把所有资格证书都考了个遍，最后只换来一份勉强温饱的薪水。而你身边那些不学无术、人品低劣的鼠辈，仅仅因为踩中一个风口，就跟对了某个人，瞬间飞黄腾达，站在你头上颐指气使。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聪明，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种精神内耗正把你撕成碎片。今天我要用一首千年奇文，把你从这种自我折磨的牢笼里拽出来。这篇文字叫《寒窑赋》，全篇不过几百字，但没有教你巴结谁，没有教你算计谁，他只用几个最冷酷的历史人物和最无情的大自然现象，就把人类社会财富分配和命运起伏的底层逻辑给扒了个精光。听懂它，你半生的焦虑和不甘会在这一瞬间被治愈。在拆开这个秘密之前，请在评论区敲下顺应天时4个字，提醒自己放下所有执念与不甘。好，让我带你走进这场无情的命运复盘。写下这篇神作的人叫吕蒙正，这可不是什么郁郁不得志的穷酸秀才在酒馆里喝完酒写下的酸诗。吕蒙正是北宋王朝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权力掌控者。他这辈子经历了人类社会最极端的2种状态：年轻时因为家庭变故被父亲扫地出门，和母亲流落街头，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只能寄居在洛阳城外一个破败的像山洞一样的寒窑里，靠乞讨活命。寒冬腊月，北风穿透他破烂的单衣，他不仅要忍饥挨饿，还要承受亲戚的躲闪、邻居的冷嘲热讽，连路边的野狗都敢冲他叫。可命运这玩意儿从来不讲道理。在漫长的蛰伏与苦读之后，吕蒙正进京赶考，一举拿下状元，从此平步青云，3次登上宰相宝座。当他穿上紫袍，手握金带，执掌国家大权的时候，当初那些对他冷眼相看的亲戚朋友瞬间换了一副嘴脸，带着厚礼来巴结讨好。但站在权力巅峰的吕蒙正看着眼前这群阿谀奉承的人，内心没有一丝狂喜，只有深深的悲凉和极致的清醒。他问自己，我在寒窑里讨饭的时候，和现在坐在宰相府里的时候，我的大脑变了吗？智商提高了吗？才华是昨天才突然拥有的吗？答案统统是否定的。那个在寒窑里被踩在脚下的乞丐和今天被万人仰望的宰相，在个人能力上没有任何区别。唯一改变的是时间，是机遇，是那股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掌控一切的时代大势。正是这种从最底层到最高层的极致体验，让吕蒙正提笔写下了这篇字字泣血、句句如刀的寒窑赋。他要用自己的一生揭开一个所有普通人都不愿面对，也不敢面对的残酷真相：个人的努力和能力，在庞大的命运周期和时代趋势面前，渺小的根本不值一提。为了把这个抽象的道理讲清楚，吕蒙正在文章一开头就用大自然中4种极其常见的动物打了一个足以颠覆你认知的比喻。他写道：蜈蚣百足，行不及蛇；雄鸡2翼，飞不过鸭。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蜈蚣有整整100条腿，它爬行时这100条腿要精密的配合协调，就像现代社会里那些拼命考各种证书，每天工作15个小时，精通所有办公软件和专业技能的奋斗者。他们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每一天都在不知疲倦地挥动那100条腿，试图在这个社会上跑得更快，爬得更高。可现实比赛的结果让人绝望，蜈蚣拼尽全力，却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一条连1条腿都没有的蛇。蛇没有脚，
不需要像蜈蚣那样去协调千篇一律的动作，它只需要顺着地形的起伏，借助地面的摩擦力，轻轻扭动身体，就能以极快的速度滑行而去，瞬间把蜈蚣甩在后面。蜈蚣输在哪里？输就输在它完全依靠自己的肉体力量去死磕，再用线性的努力去对抗空间的距离。而蛇看似什么都没有，但它懂得借力，掌握了顺应环境、利用势能的底层密码。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这种对比每天都在上演。那个每天在流水线上加班加点，把机器操作得滚瓜烂熟的工人，那个在格子间里写代码写到头秃的程序员，他们就是那只拥有100条腿的蜈蚣，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却只能拿到一份微薄的线性薪水。而那个可能连大学都没毕业，甚至不懂任何复杂技术的投机者，仅仅因为10几年前胆子大，在核心地段囤了几套房子，或者认识了某个手握资源的大佬，拿到了一张关键牌照，就像那条没有腿的蛇，不需要懂具体业务，不需要起早贪黑，却凭借资本杠杆和时代红利，轻松实现财富指数级增长。你觉得这不公平？你觉得这违背了多劳多得的道德常识？但韩尧赋冷酷地告诉你，天道从来不讲人类定义的公平，天道只看你是否踩准了借力的节点。当你选错了赛道，当大环境的趋势不在你这边时，你的努力不仅带不来财富，反而会变成巨大的消耗。你越用力，内心的不甘和痛苦就越深。吕蒙正紧接着又抛出第二个比喻，公鸡拥有极其美丽丰满的羽毛和一双宽大有力的翅膀，每天早上昂首挺胸打鸣，拼命扑腾翅膀想飞向蓝天，但最多只能跳上低矮的院墙，最终还是重重摔回地面。而乌鸦长得丑陋黑瘦，叫声难听刺耳，却能在展开那双不算宽大的翅膀后，迎着风轻而易举冲上云霄。公鸡的悲哀在于它空有华丽配置，却受限于自身基因和环境束缚。这映射到现实中何其扎心！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名校精英，西装革履，谈吐优雅，做着最精美的商业计划书，却屡战屡败，或在晋升通道中被死死卡住。而那些学历不高、说话粗鲁，甚至不讲规矩的人，却能在商海中如鱼得水，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为什么？因为乌鸦懂得寻找气流，顺着风势滑翔。那些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的草根老板，虽然没有华丽的理论，但他们极度敏锐地嗅到了市场需求的风向，懂得整合底层资源，迎合人性弱点。风口一来，猪都能飞上天，何况一只懂得顺势的乌鸦。理解了努力与风口的反常识定律之后，吕蒙正将视角进一步推进，直击人类内心最痛苦、最隐秘的那个地带——怀才不遇的巨大煎熬。他写下了一句让无数英雄豪杰泪流满面的名言：马有千里之程，无其不能自往；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这20个字道尽了天下所有怀才不遇之人的辛酸。一匹拥有日行千里绝顶体力的骏马，如果被关在马厩里或迷失在荒野中，没有一个懂得驾驭它，知道方向的骑手骑在它背上给它指明道路，那么这匹千里马的体力不仅毫无用处，甚至会因为无处奔跑而日渐狂躁，最终在一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老去，和一匹普通烈马没有任何区别。人也是一样，你可能拥有惊世骇俗的才华，可能在心里构思过无数个足以改变行业的伟大创意，你的内心燃烧着冲破天际的勃勃野心。但如果命运之神没有向你微笑，如果没遇到赏识你的贵人，如果没拿到启动项目的关键资金，如果你生在一个动荡战乱、根本不给人机会的年代，那么你那冲天的志向非但不能成就你，反而会变成一瓶最致命的毒药，日夜吞噬你的灵魂，
看看我们身边那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带着改变世界的梦想进入社会，提出极其优秀的方案，却被平庸的主管束之高阁，甚至窃取成果，满腔热血去创业，却刚好赶上行业寒冬或资金链断裂。当他们一次次被现实的铜墙铁壁撞得头破血流时，那种眼睁睁看着满腹才华却无处施展的绝望感，足以摧毁所有信念。你的志向越高，遇到阻碍时受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大。你变得愤世嫉俗，觉得世界充满不公，对周围不如你却成功的人充满嫉妒和仇恨，整天逢人便诉说自己的怀才不遇，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充满负能量的怨妇。但吕蒙正写下这句话绝不是让你顾影自怜，他是在用极其冷酷的客观视角告诉你，才华和志向只是事物发展的内部条件，而运，也就是外部的环境、机遇和贵人的扶持，才是事物最终爆发的关键催化剂。内因必须通过外因才能起作用，没有骑手，千里马只是一个名词，没有运气的东风，冲天之志只是一个笑话。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应该停止无谓的自怜自艾，不要抱怨老板瞎了眼，不要咒骂市场无情。你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在这个宇宙的运行规律中，你的才华并不具备必然兑现财富和地位的特权。运气也是实力中极其重要甚至最具决定性的部分。当你缺乏运的时候，你最应该做的不是去撞墙，而是学会妥协，保护好你内心的那匹千里马，不让它在无谓的挣扎中提前夭折。那么，当一个人拥有冲天之志，却偏偏生不逢时，被命运死死按在泥潭里的时候，究竟该如何度过这段漫长又屈辱的岁月？这是决定一个人最终能飞多高还是彻底毁灭的分水岭。吕蒙正在《寒窑赋》下一段给出了一个极其震撼、极其考验人性的生存法则：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这两句话简直字字见血，刀刀戳心。蛟龙是天地间最尊贵最神勇的图腾，本该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翱翔于九天之上。但这条蛟龙如果还没遇到风云交汇的时机，搁浅在水洼里，该怎么办？难道他要昂起高傲的头颅，向周围低等生物宣告尊贵，然后因缺水而活活干死吗？不，吕蒙正告诉我们，蛟龙在失势时必须潜入最浑浊的泥水中，和平时看不上眼的鱼虾王八混在一起，把高贵的龙角隐藏起来，把锋利的爪牙收敛起来，装的和泥鳅王八没什么区别，在烂泥里忍受憋屈，忍受那些低等生物的无视甚至欺凌，映射到成年人的世界，这就是一种极其残酷的降维打击。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这是一个有尊严有才华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能遭受的最深重精神折磨。你可能是一个技术极其过硬的核心骨干，或是有极高商业认知的创业者，但因为大环境不景气，你破产了，负债了，不得不为养家糊口去一家庸俗公司打工，而你的顶头上司偏偏是一个不学无术，全靠溜须拍马爬上去的无能之辈，不仅不懂业务，还整天对你颐指气使，外行指导内行，甚至把你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饭局上，你明明有高雅的品味和深邃的思想，却不得不为拿到续命订单，端着酒杯对满身铜臭、素质极低的暴发户客户露出谄媚笑脸，迎合他的低俗笑话，忍受居高临下的傲慢。这时你内心的蛟龙在咆哮，自尊心在滴血，有10000个声音冲你喊：掀翻这桌酒席，大骂那个愚蠢老板，辞职不干了。但如果你真这么做，你就中计了，被自己廉价的自尊心彻底毁灭了。
吕蒙正用他在寒窑里吃残羹冷炙的血泪经验警告所有后来者：当你失势时，你的尊严不仅不值一文，反而会成为加速你灭亡的催命符。拱手于小人之下绝对不是懦弱，更不是道德堕落，而是顺应天道的顶级生存大智慧。你要明白，你向那个愚蠢的老板低头，向那个傲慢的客户敬酒，并不是在向他这个人的人格和才华屈服，而是在向他此时此刻所拥有的运势低头。在当下的时间节点上，命运的轮盘刚好转到了他那里，他就是那只乘势而起的乌鸦。你去和他硬碰硬，就是在和老天爷较劲，下场必然是粉身碎骨。所以君子在落魄时，必须具备一种极度恐怖的情绪隔离能力，要把肉体和精神彻底分离开。肉体可以像泥鳅一样在泥沼中穿梭，对着小人弯腰拱手，任凭他们嘲笑轻视，但精神那条沉睡的蛟龙必须在最深的海底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傲骨。你今天所受的所有屈辱，都只是为了换取生存的口粮，为了保住在这个牌桌上继续游戏的资格。你在小人手下蛰伏，不是为了被同化，而是为了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弱点，在最隐蔽的地方默默磨砺你的爪牙。你不发一言，不抱怨，甚至装出恭顺的样子，让所有人都对你放松警惕，直到有一天，命运的雷电划破长空，属于你的暴风雨终于降临，你这条潜伏在淤泥深处的蛟龙就会瞬间撕裂所有伪装，带着积蓄半生的愤怒和力量冲破水面，直上云霄。到那时，曾经踩在你头上的泥鳅和王八只能在泥坑里瑟瑟发抖，仰望你的不可一世的龙威。这才是拱手于小人之下的终极意义，为了未来那场最华丽的反杀所做出的最深沉的蓄力。理解了在泥沼中求生的隐忍哲学，我们再放眼长远，就算终于熬过寒冬，命运齿轮转到我们这边，迎来了巨大成功和财富，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彻底掌控人生了呢？吕蒙正笔锋一转，没有让成功学走向庸俗的圆满，而是把视线推向了整个宇宙和人类历史的长河，用极其宏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却又无法反驳的终极天道轮回。他写道：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平；人不得时，利运不通。这4句话堪称整篇《寒窑赋》的哲学总纲。吕蒙正告诉我们，不要总觉得怀才不遇有多委屈，你抬头看看天，低头看看地，就连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也必须无条件服从时与运的法则。天拥有无尽的能量，但如果没遇到合适时机，被浓厚乌云遮蔽，或遭遇日食月食太阳和月亮，也无法散发光芒。地孕育了万物，但在寒冬腊月这种时运不济时，无论土地多肥沃，草木也无法生长。水本该平静流淌，但遇到狂风暴雨也会掀起惊涛骇浪，吞噬一切。既然连包容万物的天地山川都无法摆脱时运束缚，作为天地间如灰尘般渺小的人类，你有什么资格抱怨命运不公？你有什么资格认为只要付出了努力就立刻得回报？人不得时，利运不通，这不是对你的惩罚，这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运行规律。你的才华被埋没，生意亏损，就像冬天里一棵树不长叶子一样，再正常不过。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个天道轮回，吕蒙正开始如数家珍地列举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超级英雄和圣人，用他们在低谷时的狼狈来击碎我们凡人内心那可怜骄傲。他写道：孔明有惊天伟地之才，忽居草庐之中，神医华佗对症下药救人无数，却惨死于曹操之手。楚霸王英雄拔山，败在乌江自刎，汉王柔弱，却有万里江山。这是一幅多么震撼而又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画卷。诸葛亮
是智慧的化身，拥有惊天伟地、安邦定国的绝世才华。但刘备没去三顾茅庐之前，三分天下的历史时机没到来之前，他只能隐居在南阳茅草屋里，每天种地唱歌，默默无闻地虚度青春。他难道不想建功立业吗？当然想，但他知道时机不到，强行出山只会成为别人的炮灰。项羽和刘邦的对比更是经典能力与运气的终极博弈。项羽何等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破釜沉舟，百战百胜，个人战斗力和军事指挥能力天下第一。刘邦呢，出身市井，文不能提笔安天下，武不能上马定乾坤，屡战屡败，逃跑时连自己儿女都能踹下车。如果单纯按个人能力和道德标准评判，项羽10000次都应该赢，刘邦10000次都应该死，但历史结局却是无敌的楚霸王在乌江自刎。那个看似软弱无能、一身缺点的刘邦登上了皇位，建立了绵延400年的大汉帝国。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特定历史节点上，天下苦秦久矣，老百姓渴望的是一个能休养生息、与民休息的宽厚长者，而不是一个继续四处征战、性格暴烈的无敌战神。刘邦豁达，懂得妥协，善于分利益的特点，完美契合了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需求，也就是顺应了天时。而项羽的刚扣的自用和迷信武力，则逆了时代潮流。能力再强的个人，在时代的滚滚车轮面前，也只能被碾得粉碎。除了这些英雄豪杰，吕蒙正还把目光投向了最普通的市井百姓，揭示了命运在他们身上那种充满黑色幽默的随机分配。他写道：青春美女却招愚蠢之夫，才俊儿郎反作吃鱼之女。这句话简直把现实生活中让人气愤却又无可奈何的现象扒得一干二净。我们常看到一个如花似玉、聪慧善良的女孩，最后嫁给一个丑陋粗俗甚至愚蠢透顶的男人；一个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青年才俊，却娶了一个刁蛮任性、毫无教养的妻子；还有瞎眼无耳、家有万贯、手足健全却无口粮有的人，天生残疾，连最基本劳动能力都没有，却生在钟鸣鼎食之家，一生享受金山银山；有的人四肢健壮、勤劳肯干，却每天为一口饱饭奔波，最终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这些极端反差的现象，时时刻刻挑战着我们的认知极限，撕扯着我们对公平的信仰。我们大脑本能地产生巨大愤怒，想质问苍天为什么要这样乱点鸳鸯谱，为什么要把财富和幸福分配得如此随意和不公。但韩尧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会陪你抱怨，而是用近乎冷血的理智告诉你，不要用人类狭隘的道德观和因果报应逻辑去揣测宇宙运行的天道。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老天眼里根本没什么高低贵贱，也没什么好人必须得好报的绝对规则。你觉得不公平，是因为你把个人短暂一生当成了评判事物的唯一标准。如果时间轴拉长到几百年、几千年，你就会发现，这世间所有的财富、权力、美貌、才华，都不过是宇宙能量在不同个体之间的随机流动。这种流动有时会因为某种无法察觉的微小变量，在某些人身上产生巨大聚集，这就是运气。当你明白一切都是随机的、不可控的，你就应该彻底放下心中因比较而产生的嫉妒和怨恨，不再羡慕那个嫁入豪门的傻女孩，不再嫉妒那个因拆迁一夜暴富的文盲，因为他们得到那些东西并不代表比你优秀，只是刚好站在了能量聚集的节点上。同样的，当你遭遇不幸、才华被埋没时，也不必自卑和绝望，因为这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失败者，你只是暂时没有被这股能量的光芒照耀到而已。理解了命运的随机性，我们的人生观将迎来一次彻底洗牌。
但如果韩尧赋仅仅是让我们认命，在命运面前束手就擒，他绝不会在1000年后仍被无数强者奉为圭臬。在文章最后部分，吕蒙正从命运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将目光重新聚焦到每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身上，告诉我们，在认清时与运的残酷规律之后，究竟该以什么姿态度过这充满变量的一生。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晏子未遇时，命于乞丐；太公未遇时，卖面于渭水；韩信未遇时，寄食于漂木。这些历史上的超级大人物，在没有发迹之前，都曾经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晏子做过乞丐，姜太公在渭水河畔卖过面粉，韩信穷的只能靠洗衣老妇人的施舍活下去。这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名垂千古的伟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后来突然获得了某种超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在做乞丐、卖面粉、要饭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身能力的打磨，也从来没有丧失过对未来时机的信念。这就是吕蒙正想传递给我们的终极心法：顺应天时，等待天命。这8个字包含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最高智慧。什么叫顺应天时？当你处于人生冬季，事业掉进低谷，四处碰壁时，你必须承认，现在就是你的失职状态。在这个阶段，绝对不要盲目投资，不要四处借钱强行创业，更不要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你要像冬天的熊一样选择冬眠，把生活成本压缩到最低，去找一份哪怕你觉得屈才的普通工作来维持生计。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寒冬里，安安静静的读书，疯狂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深度思考过去失败的原因，默默为自己积累破局的筹码。虽然看起来很落魄，但你的内心始终保持极度清醒。你接受现在的平庸，是为了不让这股平庸彻底毁掉你的未来。什么叫等待天命？运气这东西不是等出来的，是碰出来的。当你在低谷中积蓄了足够力量后，必须保持对外界变化的极度敏感。当时代风向发生微妙改变，当新一波技术浪潮开始涌现，或当一个能赏识你的贵人出现在生命中时，你要像一头饥饿了很久的猎豹，瞬间爆发出所有能量，死死咬住这个机会，绝不松口。用你在寒冬里打磨了无数遍的利刃狠狠劈开命运的枷锁。这时你之前所受的所有的苦，所有的嘲笑，都会转化为向上攀登的最强大动力。这就是所谓的潜龙勿用。飞龙在天时机未到时，把自己当成一条虫，死死地趴在烂泥里。当时机一旦成熟，就立刻化身为龙，毫不犹豫地冲上九霄。更为重要的是，吕蒙正的这篇《寒窑赋》不仅是在教穷人如何逆袭，更是在为那些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富人敲响一记震耳欲聋的警钟。如果你正处于人生巅峰，公司业绩翻倍，资产数以亿计，走在外面受万人敬仰，那么当你读完《寒窑赋》之后，你的内心应该感到一丝深深的恐惧。你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固然有汗水的功劳，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老天爷刚好把大运的指针拨到了你这个位置，是你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踩中了一波不可复制的经济红利。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被胜利冲昏头脑，变得狂妄自大，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神，开始肆意践踏法律底线，对手下员工刻薄寡恩，对还在底层挣扎的人充满鄙视，那么你这是在疯狂消耗你的福报，在主动切断你和天道之间的连接。天道好还，物极必反。当下一个经济周期来临，时代风向转变时，那些被你当成自己能力的泡沫会在瞬间破裂。你会发现，没有了时代的托举，你引以为傲的商业模式根本不堪一击。老天剥夺你的财富和地位，
比赐予你时更加迅速和无情。你今天飞得多高，明天就会摔得多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那些不可一世的暴发户，往往在短短几年内就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根本原因。所以，一个真正顶级的成功者，在巅峰时期的心态一定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他会把赚到的财富拿出一部分反馈社会，去帮助那些还在寒窑中挣扎的人。他不会炫耀自己的聪明，而是把成功归结为运气，对每一个平凡的人保持敬畏，因为他知道，在命运的轮盘面前，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条飞升的蛟龙。这种懂得敬畏、懂得感恩、懂得低调的智慧，才是保全一生财富和名誉的终极密码。当我们再次合上这篇不到1000字的《寒窑赋》，仿佛完成了一场穿越1000年的灵魂对话。吕蒙正用他从极度贫寒到极度显赫的传奇一生，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人类命运起伏的全景地图。他用蜈蚣和蛇的比喻，无情粉碎了我们对个人能力的盲目迷信，告诉我们顺应大势才是成功的捷径。他用蛟龙潜水的智慧，教我们在屈辱和低谷中如何保存实力，把尊严踩在脚下换取生存空间。他用日月草木的枯荣，揭示了宇宙万物都必须服从时运的残酷铁律，让我们放下心中嫉妒与不平。他用历史巨人的起落，警告我们在顺境中必须保持敬畏，在逆境中绝不放弃希望。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不断与时运博弈、妥协，并最终达成和解的过程。我们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哪个时代，无法决定会遇到什么机遇和灾难，但我们唯一可以决定的是面对这些无常时的态度。当你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时，当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时，请你想想那个在洛阳城外破败寒窑里忍饥挨饿受尽白眼的吕蒙正，想想他是如何在最绝望的深渊里依然保持对知识的渴望，依然坚守内心的清明。不要去埋怨命运的不公，因为命运本来就没有义务对你公平。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辉煌，因为那辉煌背后可能隐藏着即将崩塌的危机。你只需要安安静静地做好手头的事，把你那100条蜈蚣的腿锻炼得更加强壮，然后安静地等待，等待那一阵或许明天就会吹来，或许10年后才会降临的东风。风起时，张开你的双翼，哪怕你是一只丑陋的乌鸦，也要毫不犹豫地借着风势冲上万丈云霄。风停时，老老实实地收起翅膀，躲在屋檐下，笑看外面的风云变幻。这就是《寒窑赋》留给我们这些凡人最为冷酷却又最为深情的生命哲学。感谢你今晚在枕边的陪伴，在你波澜壮阔的大半生中，是否也曾有过那种怀才不遇、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屈辱时刻？你又是如何凭着隐忍和对时机的把握，终于迎来人生转机的？又或者，你是否亲眼见证过那些不可一世的强者，因为不懂得敬畏时运，最终落得树倒猢狲散的凄惨下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那段用血泪和时间换来的真实阅历。你的每一次分享，不仅是对自己前半生的一次深刻总结，更是为那些还在寒冬中迷茫、在低谷中挣扎的后来者点亮一盏宝贵的指路明灯。夜深了，愿这篇看透人间冷暖的千古奇文能抚平你内心的焦虑与不甘。请放下所有执念，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安心入睡。我们下期深夜不见不散。